Cherry， 我有话对你说。Frank， 我知道，如果我要走了，也得滚蛋，什么都不是。不，我即使不做区域总经理，我一样也是琅琊公关大董事，这是世袭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是不信任你，我不喜欢你，甚至讨厌你 ，because you're too lucky. It's not about luck. 你运气太好了，但是公关关系不是靠运气的。一个星期以前，你什么都不是，根本没有资格进来我办公室跟我说话。本来你应该跟这样的人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选择留下来，我会严格的压迫你，盯紧你的每一个细节和小毛病，制作一切所有的机会把你赶走。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：人不犯错就不可爱了，就是在那乔大办公室里面说的。那我现在问问你，你是做正确的选择离开呢，还是犯错误的留在这里跟我斗争？ Frank， 你说服人还真有一套。我知道，你们底下是叫我空空小姐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仅仅会飞北京，可当不了区域总经理。来，这是你的合约，陈文字给我送回来。还有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会盯紧你的每一个事物。 Frank， 我答应你，但并不是因为你刚才的那番话。那为什么呢？我想留下来，继续寻找上帝之手。僧人玄奘不远万里，来到印度这方佛国乐土，寻求让众生解脱的大智慧。 卓大爷，帮忙楼上。不逼我做苦力，请我吃饭啊！新千年的曙光再度崛起于世界东方的生看我干嘛？干活。看我是你保姆。打我！卓大爷，你把我这儿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你负责给我收拾干净啊！你可要想清楚啊，这是你第2次决定留下来，而且这一次是你自己决定的。怎么了？搞得我跟犯错了一样。那你以后不准再握我的手指，也不准再说害怕。哎呀，我好害怕呀！我要回来了，认输但不等于服输。Cherry， 上午有一个您必须参加的约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恭喜你啊！谢谢。既然吩咐原职，那么看一下我这份报告吧。我想有个助理，作为流程部总监，我应该有个助理。喝一口吧，我泡的。这么快就学会打官腔了？一杯茶就换个助理啊？
我们的 Cherry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负责品牌的创意总监正好也去了法国的技术中心。姚总来了，连个招呼的人都没有。姚总你好，这位是我们集团的客户总监宋家祥。你好，我在等 Cherry。当然 ，Cherry 一会儿就到。我们先聊聊，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。这边的环境都不错的，他们都已经到了。左边那个是卡纳迪的常总，中间那个是莱斯利的杜总，右边那个是雷思林的张总，全部都是我们的客户，时尚界品牌大佬。每周三都会在这里进行一次同行聚会。作为琅琊公关的执行创意总监，你以后也得每次都参加。张总，这是我们琅琊公关新任的执行创意总监李笑笑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你可是个传奇人物啊。你看我像个传奇吗？在琅琊公关，就像在这匹马上，随时都有可能摔下来。哦，张静。你好，谢谢你没让我摔下来。宝贝儿，谢谢你啊。喂？什么？好，我马上回去，准备回去。走，跟我去见青阳的 Sabrina。干嘛呀？他们讨论品牌定位，可是凯莉还没回来。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是我无能为力。考验我们友情的机会到了。是考验你实力的时候到了。可能你对琅琊的规则并不了解。第一，这个事情是由 Kelly 先跟进的。从一开始，我跟这个 case 就没有关系。我的出现会让客户觉得非常奇怪。第二 ，Kelly 就算是出差了，这个项目也应该由你继续跟进，这是你助理早就应该为你安排好的事情。第三，这种会议是和客户分享一些市场调研数据，类似于这样。通常我们在给客户提出结论性方案之前，都需要做大量的市场调查，而这一次的会议就是分享这些数据，不需要提出具体的方案。还有，说空话不要有实质性的内容，一切等 Kelly 回来。Cherry 啊，我想听听你的定位建议。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品牌创意总监凯莉去了法国青阳技术中心，这样可以更加的了解青阳的特质，更好的制定我们的公关策略。那你呢？你这么年轻就坐在这个位置上，那天的发布会你表现得很出色，我对你非常感兴趣，我想知道你的意思。请离开。请马上离开，有事我会联系你们业务部的。现在需要安静。
好意思啊。从数据上看，近20年来市场上的洗发水适用于18岁以上所有的人群。这样看起来似乎普及很广，但其实缺乏针对性。我很奇怪，难道所有人对去屑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吗？为什么就不能够针对不同的人群？例如我们80后的新生力量。你看，这上面也有。市场上排列靠前的私上登记的品牌，对目标人群的定位都是上个世纪60年代国外的市调结果，这显然太老了。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，我认为青阳就应该是我们年轻人的。我喜欢你这个说法，那就朝这个方向去做吧。大爷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不好，不该对你发火，你别生气了，啊？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？我在里面开会，你在外面唧唧歪歪那么多噪音，我说你几句有什么不对吗？嗨，嗨，卓大爷，你听没听到？卓。小心眼。Cherry， 按照你的 brief， 我们已经做出了青阳设计图的初稿。怎么样？对传统的审美很有挑战吧？我觉得你跟他很像。你为什么要选他做代言人呢？因为我喜欢他的风格，代表了很多我喜欢的感觉，我就想成为他这样的人。那你觉不觉得你也越来越像他了？干杯！干嘛这么没精打采的？你应该为你这个天才新朋友感到高兴才对啊！我喜欢只是我的个人意见，你的方案才是最终方案。你是执行创意总监，不是一个小设计员。既然你都喜欢了，表情怎么还这么沉重？我知道的是，青阳是创意总监 Kelly 的客户，他非常专业，对于青阳和整个去屑洗发水市场都有很深的了解。他这次去法国一定会带来很多资料，你没有征求他的意见，就做了这么大胆的决定，把目标消费群缩小到只针对年轻人，连案子都做好。我是执行创意总监，我知道，我跟你探讨的不是人事问题，就算 Kelly 和你的意见有分歧，我只是觉得你这样做不慎重。Sabrina 已经认可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呢 ？Sabrina 方面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因为一旦出问题，负责任的一定是你，而不是他。你怎么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呢？刚刚才被朱丽叶害过一次，你就忘了吗？没错 ，Kelly 是去出差了，但是可以等到他回来再定方案吗？干嘛非要让你一个执行创意总监亲自出马呢？现在 Sabrina 方面又杀过来，必定是有人在当中搞鬼，跟他说了什么或是做了什么，目的就是为了要把你搅进来。那我先把方案压下来。这不是小朋友过家家，你可以试试，但是结果我不保证。Cherry， 刚才很多同事都看了这个设计图，都说很有创意。制作部已经开始帮你喷绘了，很快你就可以拿到正式的提案函。已经开始做了。是啊，昨天晚上设计部连夜送到制作部的。我们的习惯是先做一些小样，然后再给客户做提案的喷绘。今天早上他们就给我们送来了小样。立即打电话给制作部，让他们暂停。哎呦，谁让你们做的？我还没有最后确定呢。可我们收到通知了。冉冉，
把所有小样都收起来，不要发给任何人。为什么？总之你记得不要发给任何人，尤其是姚总和青阳的人。一切等创意总监 Kelly 回来之后再推进这个事情。简直莫名其妙嘛！借过！让！你干嘛？哦 ，Cherry， 公路车已经修好了，不会再掉东西，也不会再打扰到你了。我都跟您道过歉了，您还要怎样啊？听着清洁工讲话，应该觉得挺丢脸的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行，您就现在寒碜我，找他回来吧哈。没有观众，道歉呢，就是要在一个万众瞩目的场合，而且要所有观众都认识你。走。面子早晚回来了。让高管帮我推车有什么面子啊？我告诉你，朱烈也帮我推过车。我说你到底什么来头，这么无法无天的？琅琊公关就没人治得了你了？啊，露出真面目了，还是想治我是吧？你为什么当清洁工？我怎么看就觉得怎么不像。清洁工哪有你这样的？我不是当清洁工，是当卓大爷，因为名字乱。扔了。之前就想告诉你，查出眉目了。我有点恐高。坐地上。到底都查出什么了？昨天上午到收发部的就100多个人，怎么查呢？但是我知道，能够拿到这种带有徽章的信封的，就只有高管，而这信封呢，是 Frank 专用的。他会给一些高管们呢发信件，有的时候，这个空白的信封，然后信件往里一塞，就到高管的手里了。所以说，上帝之手的目标范围很小，就是公司的9大高管，连同你在内。知道这些的？我是干什么的？清洁工嘛。啊，我每天看那么多垃圾，还看不出个门道来吗？有学问的清洁工啊。可我觉得你……等一下。
很有可能，你自己给自己打了封信，给自己编了一个故事。我有见过这样的人，凶残、暴力、色情、恐怖事件都发生在他身上了，他就爱编，编着编着自己就相信了。我没编。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吧？啊，两个嘴巴笑，故意编这么个故事来泡我。自恋狂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这些故事，你怎么会认识我呢？老是拿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来找我。承认吧，两个嘴巴笑，你喜欢我。承认吧，突然要尝试。那我要承认啦，你怎么说？当然拒绝了，要不然怎么说？臭美吧你！我还怕你对我有非分之想呢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、纯洁无瑕的来往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纯洁无瑕的男女关系，总会有一个喜欢另一个多那么一点点。真龌龊！清洁工嘛，每天都跟垃圾站在一起。你才是垃圾呢！您好，你好，我是创意总监吕笑笑，找一下 Frank。您好 ，Cherry，Frank 不在。我有一份文件要交给他。叫您听见了吗？我为你开了门，你却没有进来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上洗手间了。你给 Frank 的文件呢？放在外面了。我觉得还需要再修改一下，现在我就去。谢谢啊。这就是很好的创意。就是太大胆了，经验稍微欠缺一些。马嘉丽肯定会跟他吵得鸡飞狗跳的。马嘉丽啊，有时连我都有点怕他。尤小柔好像提醒过他，现在整个项目都停下来了。好
像在等凯莉回来。你要坚决让他执行下去，把这交给姚总。姚总，我想还是把方案暂停一下，等凯莉回来。毕竟他对你们的品牌比较熟悉。你们的小样我看过了，设计的很有创意啊。你怎么有这个？现在还是论证阶段，我并没有发出来呀。不用论证了，我已经给董事会看过了，大家觉得这次策略呢很新、很大胆，而且有突破。赶快提案吧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而且压力也很大，要推进、推进再推进。对不起，我还得再问一下，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个？我有我的渠道。周大爷，给力！帮忙按一下。不要装作对美女不动心，光是弯着腰偷看腿。我没装，腿比脸好看就多看看呗。接得好。你没注意我的脸。上去看看，你们创意部来了个新人，现在公司有2个愿意跟清洁工讲话的美女了。美女，给我看看吗？自己上去看吧。Hello， 我回来啦，大家好。嗨。哎，Tina，我给你带礼物哦。Hello， 嗨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在这儿啊？大家好，我回来啦，凯莉回来啦，美女们大家好。哟，美女瘦了啊，多减肥了吧？凯莉，别逗我了。哎，凯莉姐。有个事情要和你汇报一下。说，我们原本给青阳设计的方案被 Cherry 给修改了。什么？你就是 Cherry。凯莉。我怎么不知道你叫凯莉？我也不知道你叫 Cherry 啊，这都是琅琊所赐，仅供内部使用。抱歉，我根本就不喜欢凯莉这名字。我也是，都没人征求我意见就叫我 Cherry， 烦死了。清洁工卓大爷说那个本公司第2个愿意跟清洁工说话的美女，就是你。你是第1个。快给表姐讲讲。我就去了趟法国，怎么翻天覆地的你就进了本公司，还爬上执行创意总监的位置？没做什么有辱家风的事情吧？说来话长，晚上给你细说。现在说正事儿，青阳的案子出事儿了。不用你说，我用鼻子闻都闻到大概了。青阳的事情我在办公室已经听说了，不能怪你，你被下套了。外面那个 Lily。以前是朱丽叶的人，他一定在整你，也在整我们。姚总约了你见面，首先要通知到我们组里来。姚总是一个很讲规矩的人，可是丽丽没有通知，所以才出现那天姚总到了你没出现的情况。不信可以去查记录。第2，你现在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，姚总对你的计划是不是推进得很急？第3，你已经掉坑里了，因为你抢了我的风头。照理说，我开立是要大闹天宫的，他们巴不得我这个大炮筒呢跟你干一架，也许他们正在外面偷听呢。他们？朱丽叶、莉莉，
或许还有其他人。这就是公司政治。表妹啊，你要好好的学一学。不过呢，我看你心理素质还可以，没有因为当上高管就想在表姐面前炫耀炫耀，也没有怕我嫉妒，故作低调。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是我在跟进的？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意见？我是执行创新总监，我有权做决定，况且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。进来吧。姚总有约见的计划，为什么没通知到我们组里来？我把文件放在一堆，压在下面了，可能是 Cherry 没有看到，所以没有签发到你们组。撒谎的时候眼皮眨都不眨，回去告诉你主子，我马嘉丽是吕笑笑的表姐，姚总的策划案没有问题，我马嘉丽出头了，朝中有人就是我表妹。凯莉，我想你是误会我了。我知道，你一定在想，如果朱丽叶回来了，那我可是大功臣。可是，她要是不回来呢，你怎么办？很难吧？这个决定，我来告诉你，她来了，就不走了。卓大爷去哪儿啊？清洁工也是有私生活的好吗？她是我表妹。两个嘴巴笑。你给她起的名字啊？我们俩像一家人吧？唯一的2个愿意跟你说话的美女都出在我们家了。唯一的2个，这是个病句。喂！才几天啊，你们俩就混这么熟？猜猜我在想什么？你现在一定在想，吕笑笑就是你表妹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刚跟她搞好关系，还比不过你们的血亲。不对，我在想，怎么好事都给你们家赶上了呢？你们想什么呢？还有你，刚上洗手间了。男的我们好苦吧？我也是刚刚知道，这个吕笑笑就是我表妹吕笑笑，心中悲喜交集啊。有这么一个大靠山是我表妹，心中狂喜；可是偏偏这个大靠山是个250，心中悲苦。他快被朱丽叶他们给玩死了。我心中啊，就只有悲苦。你也这么想，他也这么想。我刚刚电光火石般灵光乍现，病句，学卓大爷损我是吧？说回正事儿，第一，有人拿了策划案，你一定要查清楚是谁拿的，还把他偷偷的塞进流程部。第二，整个策划案既然目标人群是根据数据推导出来的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只是在只针对80后年轻人这个概念上，要上下的稍作延长。你的设计图我看过了，针对时尚感这个方向很好，只是颜色太多太炫，要替换成黑色，也很酷很时尚，创意很有意思。可是我们还要做修改，相信我开你眼光是没错的。那 Sabrina 那儿怎么办啊？这你就要好好学一学了。Sabrina 听到的策划案是跟以前一模一样的，可是具体执行是我们。这样也行。公关界的至理名言，在面对客户的时候，你只告诉他们你要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没有明白或者还有问题，你就把已经告诉他们的再告诉一遍，直到他们接受明白为止。只要最后零售业绩上去了，什么都好说。什么意思啊？
方向没有改变，产品针对的是年轻的目标人群，在视觉表现上体现时尚、专业和酷的元素。目前的目标人群大概在18岁到35岁中间，创意中以黑色为底色，请小 S 代言。等等，有变化吗？完全没有。有的。方向上没有变，但是细节上是有变化的。我们原先强调的是将目标人群锁定为80后，用很炫的色调，小 S 做代言。对呀，一点都没变。我们做过细分和调研，把目标公众定在以80后为主，上下稍作延伸的时尚感强烈的年轻人。色调上紧扣时尚和酷的元素，所以选用了很炫的黑色，这也是跟头线白色反差最大的颜色。我知道你们公关部门对付客户，只告诉他们你们想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还有问题，就把你们已经告诉他们的再说一遍，直到他们接受和满意为止，是这样吗？原来姚总对我们公关界也这么了解。这个是新的产品小样，这个看上去更好一点，就它吧。其实慢慢的你们会发现，我挺容易打交道的。你进来。我的办公室有人进来过吗？没有啊。你要说实话。真的没有。进您的办公室需要身份识别卡，别人是进不来的。你可以。我真的没有 ，Cherry， 你忘记了吗？昨天我是跟您一起离开公司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不在，任何人，包括你，都不许进来。这是昨天晚上8点到凌晨4点钟，创意部走廊的全部录像。哎，麻烦倒回去。朱丽叶不是调走了吗？其他录像里也有她吗？你自己看吧。这是昨天晚上的吗？对，上面有时间，9点42分。好，继续。安总监，我在监控录像里看到你昨天晚上10点15分的时候，在我的办公室。麻烦你解释一下。我的笔落在你的办公室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昨天我去找过你，结果笔忘带了。后来我走过你的办公室，顺手推了一下门，门没有关，我就进去了。对不起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你今天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把我约到这儿来的吗？我知道，最近公司出了泄密事件。但是如果因为这件事你来怀疑我，麻烦你还要拿出足够的证据。还有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至少可以怀疑另外一个人，那就是大厦里的清洁工。他们叫他什么卓大爷。他怎么了？我昨天是12点左右离开公司的，后来突然想到我还有一些水果放在办公室的冰箱里，就回去拿了。结果我看见卓大爷在我的办公室里。清洁工在你办公室，这很正常啊。他要打扫卫生。需要半夜吗？奢侈品啊，涨工资了。清洁工涨工资，那上世纪的事情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干嘛去了？我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啊？
昨天晚上你几点离开的公司？我昨天就没离开过公司。那你鬼鬼祟祟去安若慧办公室干嘛去了？我鬼鬼祟祟？说实话吧。你吃枪药啊？你到底去那儿干嘛了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卓大爷，你什么时候变得磨磨唧唧的了？好，我提醒你，我们有一个项目泄密了。啊，你在怀疑我？清洁工偷取机密文件，常有的事情啊。是，我是怀疑你。昨天晚上那么晚了，你去创意部干嘛了？啊？拿了不少好处吧？所以你觉得这台电脑我是用脏钱买的是吗？出去！你不说清楚，不出去！叫你出去！你一个清洁工哪来钱买这个？啊？你用得着吗你？你说的话多点！你给我放开！说清楚！开门，让我进去。干嘛 ，Cherry？ 我想让你跟我说清楚。对不起，我正准备洗澡。你以为我不敢看啊？我没有说一定就是你，但是你要跟我解释嘛。你看你这么大反应，那就说明你心虚啊。我要是冤枉你了，你跟我解释清楚，说清楚嘛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我偷东西。那我就只有找保安部经理了。是，我是进了安若慧的办公室，我还跟踪了她。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她和朱丽叶先在外头一个咖啡厅碰面，后来才又回到公司。我等她走了之后，进她的办公室，找寻她陷害你的证据。叫卓元或者卓大爷。卓元，赔你的。对不起，耽误你送给你女朋友了。第一，这个电脑本来就是买来送你的，因为作为高管需要经常出差，配这么个东西方便。第二，清洁工也有积蓄，不用偷不用抢也买得起。第三，我们还是朋友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把这个也给我吧。干嘛？给我！给我！还给我！别摔了！还给我！接着！嘿，接住了！还给我！有你这样做姐姐的吗？热脸贴个冷屁股，送人家一个上网本，还被人家给扔了回来。我要是你啊，我打死都不捡。这么紧张，肯定有问题。让我来看看。别打开，不能看！妈呀！看看这屏保都是什么？等等，这个人我认识，就是那个很帅的清洁工卓大爷。把这弄到天涯上去。我就是玩玩嘛。这怎么能叫玩呢？这是爱情。你爱上了卓大爷，
或者说你被一种莫名其妙的陶醉感给骗了。第一，执行创意总监的地位要比清洁工高太多太多，可您老人家不惜屈尊讨好他，这让你很陶醉。这说明你待人平等，平易近人，虚怀若谷。病句，同意反复，连说话的腔调都模仿卓源。第二，这种屈尊下爱是下架，还不是没架呢吗？别打岔。你陶醉在这种自我牺牲的感觉里面，然后好像是做了一件损己利人的好人好事，心里说：看看我有多么的无辜，多么的博爱，多么的伟大。本来吧，我跟周岩没什么。你听说过逆反心理吧？听说过强迫症吧？表姐，假如我跟周岩真的有什么呀，那都是你激的。啊？我天生丽质，我自信。这句是病句。大爷的地盘又不是公共厕所，可以随便进来的吗？周大爷，你还生气呢？以后进来之前先敲门。清洁工也是有尊严的。进来。谢谢。不就变了几个字吗？琅琊公关第一人卓大爷，上级都噼里啪啦寄来2封信了，你我还一无所知的蒙在葫芦里。你知道上帝是谁吗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知道上帝是谁啊？是谁啊？跟我一样，是个清洁工。开什么玩笑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你看，这不就上帝留下来的扫帚印吗？对啊，你捡过那么多垃圾，那你一定知道是谁的打印机上有这种印条。你说过的，有可能的只有8个人，连同你9个。拜托你有机会看一看他们的垃圾斗。那你不是就要我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吗？你怎么这么记仇啊？是啊，我挺记仇的。Cherry， 这是 Kelly 让我给你的。他说客户那边已经在各个终端卖点使用了。还有 ，Frank 有一份紧急通知需要您立即处理。那你帮我打印出来。我吕笑笑的第1个超级大作终于面世了。打印好了。先放下。竟然来自我自己的办公室。丽丽，是谁趁我不在的时候进过我办公室？你还是助理？怎么了 ，Cherry？ 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您的办公室只有您才可以进去。又撒谎！助理也不就进去过吗？
记住了，现在我是执行创意总监。看见上面写的是什么了吗？下周一中华区总裁欧总来公司宣布裁员计划，到时候朱丽也可帮不了你。Cherry， 我到底做了什么使你以为我私自闯入您的办公室？你也不必吓唬我，没有证据和正当理由，琅琊是绝对不会辞退哪一个员工的。如果裁员计划里真的包括像我这样的高级助理，那么就算是你也帮不了我。我告诉你，丽丽，如果再发现人偷偷摸摸进我办公室用我的打印机，你永远别想再坐在这儿。跟我进去。啊？哎，进去干嘛呢？多一项被人怀疑的罪名吗？我怀疑你偷喝了我办公室的红酒，现在让你进去，给我讲清楚。杰瑞，注意公众形象。那一模一样的，那9个人的打印纸不用找了，就在这间办公室。干嘛？喂，干嘛呀？我得问问精神病院是跑出来个疯子，玩自己给自己写信的人格分裂游戏。有人进了我的办公室，用我的打印机写信给我。上帝说要有光，这个世界就有光；上帝说要有性，这个世界就有性了，哪还需要什么打印机啊？哎，你别走啊！我说真的呢。你想，谁能半夜进我的办公室呢？我。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中华区总裁下周前要来视察的事情。到时候欧总会宣布裁员计划。既然已经有了裁员计划，还要来视察，那就说明这个裁员计划有 A 计划，还有 B 计划。欧总不能确定是用 A 计划还是 B 计划，所以要根据视察的结果来确定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表现不好，欧总的刀子就朝我们公司来了。总裁总是要裁员嘛。我多嘴，查蕊继续。说得好，所以我们实际上是，我说实话吧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，在座的每一位总监都比我的经验丰富，所以该怎么做文章，我听你们的。真的，我听你们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别看我，每一次领导来视察呢，我都会躲出去。反正我的客户多，品牌活动也多。按照惯例，负责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都要做一个综述发言，目标、战略、策略、进度、跟进情况、预算情况等等，每个方面都要点到。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创意总监都会有准备的。我是说我呢，安排一场现场秀，要么是活动，要么是大片儿，这是欧总视察的华彩部分。我建议可以安排欧总去参加尤总监的大片拍摄现场，正好国内的摄影师林沐风也在，到时候欧总一定会觉得规格很高。很好，我都记下了，谢谢你。还有，欧总比较喜欢看有形象的东西，所以希望大家在发言的时候都可以多用图表以及图板。还有呢，我们流程部没法做这个综述，流程部负责所有项目的跟进和实施。我们要是做了这个项目的话，其他的活都没法干了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要领欧总来我们流程部，看到我们的工作场景，欧总会明白的。
辛苦了。Cherry， 少来了，你知道我有话要问你。今天他们都怎么了？昨天还一个个跟灰太狼似的，恨不得吃了我，今天就都变成了喜羊羊，温顺的不得了。尤其那个安若慧，这童话般的和谐社会来的也太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了吧？这就是公司政治，有怕才有爱。你今天上午不是发飙了吗？可我听说朱丽叶从来不发飙啊。是，她从来都不在脸上发飙。好，可以，从这开始放。好，暂停一下，暂停。我眼睛都看花了。他们都去哪儿了？他们都去各个项目督工了。你们每天都这么工作？是啊，有时候我觉得创意部甚至整个琅琊公关的担子都压在我们流程部，只要其中一个美女出错，接下来就是连锁反应的差错。所以这些美女每分钟都在走钢丝，整个琅琊公司也都在走钢丝。看过你们这里我就放心了，我们的应对计划绝对无懈可击。必须的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笑笑，虽然说下班时间我就是你的朋友，但是我还是要确认一下，这一次还是免费的吗？是。放下。上次你请，这次还是你请啊？我请，我有卡。你不早提醒我，早就应该报这大款的。你说你喜欢自己在家做饭吃的，那是因为自己做饭吃便宜吗？再便宜也便宜不过白吃白喝啊！你胖了，你才胖了呢，他根本没胖，是你嫉妒。好吧，说不过你。你说完了吗？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呢，我是想介绍一个人给你们认识，但是你们必须要保证保密，特别是你。我发誓。你发不发誓有什么用啊？那个大嘴巴！哎，如果你承认你是大嘴巴，我马上让他出现。赶紧啊！好吧，我是大嘴巴。都坐稳了吗？出来吧。你也紧张的要死。Hello， 各位美女，我叫黄凯，是开公关公司的 B 级公关公司，都是吃你们发出来的单子的。所以呢，我跟佳丽的关系有点敏感。但是我发誓，我跟他呢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的交集，所以呢，马佳丽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其实举贤不避亲嘛，对吗？我们用不着这么敏感啊。其实我黄凯也不是这么多心的人呢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俩特别紧张，紧张呢就容易，
抢着说有些东西呢是不能说的。本来想着少说点，少说点，最后呢还是把底儿给漏了。通常情况下是抢着把对方的底儿给漏了，但是我们的关系比较特殊，抢着把自己的底儿给漏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俩的关系是非常良性的。对，良性的。你像开诊断书啊，对我们的关系还有着怀疑。嘿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他们俩像在说相声吗？像。过来一下。哪天？就昨天晚上的监控录像。朱丽叶又进去了。还有更奇怪的，我连看了几天的监控录像，这段期间。 朱丽叶好像每天晚上都会进去你的办公室，她有钥匙，而且她身份识别卡应该没过期，所以她可以随时的自由进出。那是谁替她把信放在收发室的呢？随便谁了，比如安若慧。谢谢你，周大爷。你得抓朱丽叶个现行，否则没法逼她说出真话的。 你这么聪明，为什么要当清洁工呢？你可以。两个嘴巴笑。你总监还没当上几天，就开始教训人了。我不是 Lily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当清洁工，因为我乐意。